牌桌上堂哥要赌我别墅，我反问你拿啥赔？过年回家，我成了全家的公敌，只因我全款买了套320万的别墅。牌桌上曾经最看不起我的堂哥，红着眼提议，就拿你的别墅当彩头，一把定输赢，敢不敢？所有人都等着看我这个暴发户的笑话。我平静反问，可以，你要是输了，拿什么还？他当场懵了，全场死寂。客厅里暖气开的燥热，混杂着二手烟和饭菜的余味，熏得人头昏脑胀。麻将机哗啦啦的洗牌声是这间屋子里唯一的背景音，掩盖着一触即发的暗流。我堂哥周浩那个从小就以欺负我为乐的男人，此刻正双眼通红的瞪着我，像一头被逼到悬崖边的赌物。他刚刚输光了口袋里最后一分钱，而我只是安静的坐在他对面，面前堆着一小沓他输给我的红钞票。周然，你现在有钱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周浩的声音嘶哑，带着一股不加掩饰的嫉妒和怨。我没说话，只是用指尖轻轻摩挲着一张100元钞票的边角，感受着那粗糙的纹路。这动作似乎刺激到了他，他猛地一拍桌子，麻将牌被震得跳了起来。别装了，不就是走了狗屎运吗？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就让你这个暴发户现出原形。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某种决心，血红的眼睛死死锁住我，一字一句的吼了出来，就拿你那套别墅当彩头，一把定输赢，敢不敢？客厅里麻将机的声音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的打在我身上，有惊愕，有贪婪，有幸灾乐祸。我妈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抓着我爸的胳膊，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爸则从头到尾都深深的埋着头，仿佛想把自己缩进椅子里。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审判席上。我能感觉到空气中那一张张伪善的面具下，都藏着同样的期待，等着看我这个暴发户的笑话，等着看我从云端跌落，摔得粉身碎骨。我缓缓抬起眼，迎上周浩那疯狂的目光，平静的反问：可以，你要是输了，拿什么还？一句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灭了周浩燃起的虚火。他当场懵了，整个客厅陷入一片死寂，针落可闻的死寂。周浩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成了猪肝色，眼神惊慌的四处乱瞟，像一只被戳破了气球的公鸡。他根本不敢看我。一阵干笑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僵局。大伯周国强，周浩的父亲，也是这个家族里最有话语权的人站了起来。他用力拍着周浩的后背，力道大的让周浩一个踉跄。开个玩笑嘛，阿然现在出现了，哥哥逗你玩呢。他脸上堆着笑，那笑容却不答应，反而透着一股虚伪的压迫感。他一开口，其他亲戚立刻找到了台阶，七嘴八舌的附和起来。就是大过年的耗子跟你开玩笑呢，别当真。阿然，你也是现在是大老板了，别跟哥哥计较这些小事，伤了和气多不好。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一家人这3个字像一把钝刀在我心口来回的割。我面无表情的看着周国强，看着他那张写满为了你好的伪善面孔，嘴角控制不住的勾起一抹冰冷弧度。大伯，我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的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320万的玩笑也太贵了点。我的视线从他脸上移开，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直直的扎向已经缩到他身后的周浩。你敢提我就敢接。周浩的自尊心被我狠狠地踩在脚下碾碎，他被击得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从大伯身后跳了出来，指着我的鼻子吼道：谁不敢了？谁他妈不敢了？不就是一套破别墅，老子还怕你不成？他吼得声嘶力竭，仿佛这样就能掩盖自己的心虚。我满意的点了点头，鱼上钩了。我慢条斯理的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张小小的内存卡，轻轻放在了麻将桌的中央，金属的卡身在灯光下反射出冰冷光。刚刚的话我录下来了。我看着周浩瞬间煞白的脸，继续说道：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赌，要么你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磕头道歉，承认自己就是个只会放屁信口开河的废物。全场再次震惊，我妈啊的一声几乎要晕过去。亲戚们看我的眼神从看笑话变成了看一个疯子。没人想到我居然会如此不留情面，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周国强那张常年带笑的脸终于彻底铁青下来，他死死地瞪着我，眼神里是压抑不住的怒。他意识到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在清算。我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毫不畏惧，一字一顿地补充道：大伯是你从小教我的，男人说话要一口唾沫一个钉，我爸妈就是太信你的话了。这句话像一根看不见的针，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大伯的心里。他脸色又难看了起来。而周浩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我逼到了悬崖边上，身后是万丈深渊，身前是我冰冷的眼神，退无可退。他咬着牙，像是要把牙根都咬碎，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赌，就赌。很好，我内心的某个角落，那个蜷缩了10年的少年终于站直了身体，这场迟到了10年的审判终于拉开了序幕。很好，我轻轻鼓掌，清脆的掌声在寂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有胆量。我再次看向面如死灰的周浩，声音里不带温度。那么你的赌注是什么？周浩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能拿什么来赌？他名下除了一辆还在还贷款的2手车和一身还不清的赌债，
一无所有。他就是一个被父母宠坏的成年巨婴，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客厅里亲戚们开始交头接耳，耗子拿什么跟人家赌啊？他哪有300万？是啊，这不是胡闹吗？一个尖细的女声响起，是我二婶，一套别墅换一套老房子，怎么算都是阿然亏大了呀。这句话点醒了所有人，我清楚的看到好几个亲戚的眼中瞬间迸发出了贪婪的光。是啊，就算是用周国强家那套住了几十年的老宅子来换，也是他们家血赚。一套老破小换一套市区300多万的全款精装别墅，这笔账谁都会算。我冷笑一声，决定再加1把火，直接把他们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扯下来。怎么没东西赌了？我看着周浩语气里满是讥讽，拿你的车，还是拿你欠外面那几十万的赌债？我每说一个字，周浩的脸色就白一分。当我说出几十万赌债的时候，他的身体甚至晃了一下，而大伯周国强那张伪善的面具终于彻底碎裂。他猛地站起来，桌子被他撞得发出一声巨响，茶杯里的水洒了一地。他死死地瞪着我那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周然，你不要太过分！我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的目光，声音他更大伯，你儿子什么德行，你比我清楚。是我过分，还是他自取其辱？周国强被我怼得哑口无言，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显然气得不轻。他知道今天这个局，如果他不拿出点什么，他们一家的脸面就算是在这个家族里彻底丢尽。更重要的是，那套价值320万的别墅，那是他儿子一步登天，也是他自己扬眉吐气的机会。巨大的诱惑和被我逼到墙角的屈辱，让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我来替他出，就用我们家那套老宅子当赌注，够不够？全场哗然。那套老宅子虽然不值钱，但却是大伯一家的根，是他在亲戚面前炫耀了几十年的资本，他居然真的舍得拿出来赌。奶奶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嘴里念叨着：“国强，你疯了，不能这样，使不得啊！”他想上前来拉住大伯，却被我妈一把死死地拽住。我妈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哀求，嘴唇无声地动着，像是在说：“算了，然算了。”而我的父亲从始至终都像一个雕塑，低着头一动不动，不敢看我，也不敢看任何人，懦弱无能。这2个词就是我对他全部的印象。我看着眼前这荒诞的一幕，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沉到了不见底的深渊。这就是我的家人，一个虚伪，一个贪婪，一个懦弱，一个愚蠢。我故作沉吟，仿佛在认真地权衡利弊。我的手指在桌面上一下一下的轻轻敲击着，发出扣扣扣的轻响，每一下都敲在在场所有人的心上。我吊足了他们的胃口，看着他们脸上从紧张到期待再到贪婪的神色变换，像在看一出精彩的默剧。终于在所有人的耐心都快要耗尽的时候，我抬起了头，我看着大伯淡淡的开口：“既然大伯这么有诚意。”我拉长了声音，看到他眼中闪过喜色：“那好吧，不过口说无凭，我们要立字据。”我话音刚落，不等他们反应，就从我随身带来的背包里拿出了一沓早就准备好的 A4 纸、一支笔，甚至还有一个鲜红的印泥盒。啪的一声，我把这些东西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桌子上。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我今天是有备而来，我不是待宰的羔羊，我是来讨债的刽子手。大伯周国强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终于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掉进了我精心为他准备的陷阱，而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回头路。字据写得很简单，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今晚牌局，周然以名下价值320万的别墅为赌注，周国强以其名下老宅为赌注，一把定输赢，双方自愿绝无反悔。我让大伯和周浩分别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我还贴心的让在场的几个书板也作为见证人签了名。看着那一个个鲜红的指印，我心中冷笑。这是一份赌约，更是一份审判书。赌局正式开始，玩的是我们本地最流行的炸金花。3张牌比大小，纯粹靠运气和胆识，当然还有手段。牌局刚开始，我的手气就差到了极点，连续几把拿到的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小牌，我只是象征性的跟了几手，就早早的弃了牌。周浩的气焰随着他面前的钞票越堆越高，也变得越来越嚣张。他赢了钱，就把钞票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发出啪啪的响声，然后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怎么了，周大老板？暴发户也不过如此嘛，钱多有什么用？没脑子还不是送财童子？”他笑得前仰后合，得意忘形。周围的亲戚们也开始窃窃私语，风向又一次变。看来这别墅今晚真要易主。是啊，阿然到底还是年轻太冲动，沉不住气。耗子今天手气是真好啊！我甚至听到二婶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他旁边的人说：“等耗子搬进别墅，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那小区的环境大伯周国强则稳坐钓鱼台，嘴角挂着志在必得的笑。他甚至已经开始和我那个不争气的父亲讨论起了他们搬进别墅后房间要如何分配的问题。我妈的脸色已经白得像一张纸，她几次想开口劝我，都被我爸一个严厉的眼神给制止了。我始终面色平静，看不出喜怒，只是在输钱的时候会恰到好处的皱一下眉，一下子露出一副陷入困境但还在硬撑的表情。
这拙劣的演技却成功的骗过了在场所有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的主播。中场休息，我去洗手间，冰冷的水拍在脸上，让我混沌的头脑清醒了一些。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身形清瘦，脸色平静，眼神却沉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周然，别心软，想想10年前的那个夜晚，想想那张被撕碎的录取通知书，想想在流水线上那些不见天日的日日夜夜，你没有退路。洗手间的门被轻轻推开，奶奶走了进来，她苍老的手拉住了我，然后颤颤巍巍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被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红包，硬要塞给我。然然，别赌了，咱不赌了。奶奶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声音都在发抖。跟他们置什么气？他们不配。奶奶这里还有点钱，你拿着。我握住奶奶那双布满皱纹和老茧的手，感受着那份来自血脉深处的温暖。这是这个冰冷的家里我唯一还能感受到的温度。我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份脆弱压了下去。我扶着奶奶把红包推了回去，声音压得很低，却异常坚定。奶奶您放心，今天是他们把欠我的连本带利还回来的时候。我转身回到牌桌，牌局继续。周浩更加肆无忌惮，他几乎以为自己是赌神附体。他又赢了一把，手里拿着3张牌，得意洋洋的在桌上拍了拍，炫耀着那是一副好牌。亲戚们又是一阵惊叹和吹捧。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忽然笑了。我的目光落在了他衬衫的袖口上，我指着他左手袖口上那颗看似普通的黑色袖扣，轻声开口，声音不大，却足以让牌桌上的人都听见。哥，你这袖扣挺别致啊，在哪儿买的？好像和我前几天丢的那一对很像。周浩炫耀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他下意识的用右手猛地遮住了自己的左边袖口，这个动作快得像是一个条件反射。客厅里原本喧闹的气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周浩那个不自然的动作上，空气中弥漫开一股紧张而诡异的气息。决胜局，所有的赌注、现金、房本，还有那张写着老宅归水的字据，全部被推到了桌子中央，像一座小山，堆满了人性的贪婪和欲望。荷官是我们一个远房的叔叔，他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牌发下来了，我没有看自己的牌，我只是静静的看着周浩。他拿起牌，只看了一眼，脸上就露出了难以抑制的狂喜。他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迸发出一种势在必得的光芒。他以为他赢定，他以为那套320万的别墅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跟不跟？他看着我，声音因为过度兴奋而有些别扭。我这把牌可是天牌。他开始加注，把面前所有的现金一把推了出去。我跟。我平静地说。他又加。跟。他似乎被我这种不要命的跟法激怒，也可能是想彻底击溃我的心理防线。他指着我，大声地对所有人喊：你们看他，连牌都不敢看，他就是个疯子。周然，你不敢判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判了你的牌就废了，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我的眼神始终平静地落在他放在桌下的左手上。我直接站起身，将我背包里的别墅房产证原件也拿了出来，啪的一声扔在了那堆赌之上。我跟了，开牌吧。全场倒吸一口凉气，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连我妈都发出一声绝望的悲鸣。周浩看着那本红色的房产证，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他狂笑着，猛地将自己的3张牌狠狠地甩在桌面上。3条 A， 豹子。周然，你输了，别墅是我的了。他激动地伸出双手要去抱桌上那堆小山一样的赌注。他赢了，这是在场所有人的想法。等等，我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炸在每个人耳边。我伸出手一把按住了他伸向赌注的手，他的手背冰冷，还在微微颤抖。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我猛地一扯他左边的衣袖，他的反应很快，想要缩手，但已经晚了。一颗黑色的只有纽扣大小的东西从他的袖扣背面掉了出来，落在墨绿色的桌布上。那是一个微型摄像头。这是什么？我拿起那个微型摄像头举到他眼前。周浩的脸在一瞬间血色尽失，他想抢，被我轻易的躲开。与此同时，我点亮了我的手机屏幕，屏幕上赫然是我刚刚通过蓝牙悄无声息截获的，从他袖口那个微型摄像头里传来的实时画面。画面里是另一副牌，一副被他藏在大腿上的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3条确实很大。我亮出我那副平平无奇的散牌，然后指着手机屏幕上的视频，对他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但你藏在腿上的这副同花顺好像更大意。割完牌就完牌，搞这么多高科技累不累啊？周浩瞬间面如死灰，他瘫软在椅子上，嘴巴张着像是离了水的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你算计我们？大伯周国强跺地一声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发出一声气急败坏的怒吼。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等。亲戚们也炸开了锅，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场面一度失控。我冷冷地看着他，看着这张我曾经无比敬畏的脸，终于撕下了所有的伪装。我的声音穿透了所有的嘈杂，清晰地落在他耳中。算计比不上10年前你们算计我爸妈，骗走我大学学费的手段来得高明。这句话像一颗深水炸弹，瞬间引爆了全场。
所有争吵和议论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大学学费，我妈喃喃自语，茫然地看着我，那张惨白的脸上写满了不解。我爸也终于抬起了他那颗埋了整晚的头，震惊地望着我。我没有理会他们，我的目光像一把匕首，死死地定在周国强那张因为惊慌而扭曲的脸上。10年前，我一字一句，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一下一下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我考上了南城大学，我们市里最好的大学。我爸妈东拼西凑，好不容易给我凑齐了10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那10万块每一张都带着我爸妈的血和汗。我说到这里，顿了顿视线，扫过全场，那些曾经对我冷嘲热讽的亲戚，此刻都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可是就在我准备去报道的前一个晚上，我看向周国强，声音陡然转冷：“你，我的好大伯来到了我家。你说周浩要跟朋友合伙做生意，就差10万块钱的启动资金。你拍着胸脯跟我爸妈保证说，是亲兄弟明算账，这钱只是周转半年，最多半年就海。你还说周浩那个项目前景无限，半年就能赚回一个首付。你说亲戚之间就应该守望相助，互相扶持。你还说……”我笑了，笑得无比凄凉，笑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你还说我一个男孩子晚几年上学没关系，赚钱才是硬道。周国强被我说的脸色发青，嘴唇哆嗦，色厉内荏的狡辩：“你胡说，你血口喷人，那是你爸妈自愿借给我，跟我有什么关系？自愿？”我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我爸妈一辈子老实巴交，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他们懂什么叫项目，懂什么叫前景？还不是你把那个子虚乌有的生意吹得天花乱坠？还不是你用一家人的亲情来道德绑架他们？你不是借钱，你是骗，是抢。你抢走的不是10万块钱，是我的人生。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10年的委屈，10年的不甘，10年的血与泪，在这一刻尽数爆发。你敢说你没有骗？我拿出手机，根本不给他任何狡辩的机会。我点开了一段录音，是我来之前特意去拜访当年一个知情的远房三叔公时录下来的。三叔公苍老而清晰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爱你大伯那个人就是嘴巴会说，死的都能说成活了。当年啊，他把你爸妈哄得一愣一愣的，说什么耗子那个生意是跟香港大老板合作的，稳赚不赔，还说等你大学毕业也安排你进公司当经理。你爸妈那个时候真是鬼迷心窍了。”录音还在继续播放，周国强的脸已经彻底失去了血色。结果呢？我关掉录音，死死地盯着他。结果我的好堂哥周浩拿着那比我爸妈的血汗钱，我的大学学费去了澳门，一夜之间输得精光，而我只能亲手撕了那张我寒窗苦读12年换来的录取通知书。一个人南下进厂打工，砰一声闷响，我爸那个懦弱了一辈子的男人，终于承受不住这巨大的羞愧和悔恨，他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响亮干脆。然后他一个50多岁的男人就那么蹲在地上，抱着头嚎啕大哭，像个孩子。周浩那个罪魁祸首在巨大的真相面前恼羞成怒，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狗，嘶吼着朝我扑了过来：“我杀了你！你这个杂种！”我早有防备，在他冲到我面前的瞬间，我抬起腿一脚狠狠地踹在了他的小腹上，他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半天爬不起来。我一步一步地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就像在看一堆垃圾。我的声音冷得没有温度。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我买别墅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当年你们亲手把我推进的那个地狱里一滴血一滴汗换来。周浩，你拿什么跟我斗？整个客厅乱成了一锅粥。我爸的哭声，我妈的哀嚎，周浩的痛哼，还有亲戚们惊慌失措的议论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荒诞的交响曲。舆论的风向在真相面前悄然发生了转变。这也太过分了吧！拿人家孩子的学费去赌。是啊，这简直是毁了人家一辈子。国强这是做的太不地道了，怪不得阿然这么恨他。指责和议论像一根根看不见的针扎在大伯一家的身上。我妈哭着爬到我脚边，抓着我的裤腿，苦苦哀求：“阿然妈，求你了，算了吧。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大伯，我们都是一家人啊，一家人。”我冷漠地拨开他的手，看着他那张被泪水浸泡的浮肿的脸。在我被毁掉人生的那天晚上，你们跟我说过算了吗？在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时，你们跟我说过算了吗？在我为了省钱一天只吃2个馒头的时候，你们又在哪？我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狠狠地捅进他的心里。他张着嘴，却一个字都反驳不出来，只能无力地瘫坐在地上，发出绝望的哭声。就在这片混乱之中，一个颤颤巍巍的身影走到了我的面前。第一，你们父子俩必须去周家祠堂，当着所有长辈和列祖列宗的牌位，给我磕头道歉，承认你们当年做下的丑事。第二，我顿了顿，看着他们越来越难看的脸色，继续说道：“当年那10万块钱的学费，按照每年20%的复利计算，连本带利还给我。”我拿出手机，打开计算器，当着所有人的面按下了数字：10年本金10万，复利20%，总共是1073576块。我把手机屏幕转向他们，零头给你们抹了100万，1分都不能少。我没有钱，我1分钱都没有。周国强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声嘶力竭的吼道。他以为耍赖就能蒙混过关，
没钱。我笑了，我再次点亮手机，打开了相册里的一个视频。视频里是周浩最近几天频繁出入一家地下赌场的画面，画面清晰，连门口某某娱乐会所的招牌都拍得一清二楚。这是我回来之前花钱请私家侦探拍下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哥，我把手机递到瘫软在地的周浩面前，笑得像个恶魔。听说你最近手气不太好啊，在外面又欠了100多万。这家赌场的老板我正好认识，你说我要是把你出老千的视频和你欠高利贷的证据一起发给他，会怎么样？要不要我再好心帮你报个警？就说这里有人聚众赌博。周浩的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我真的会这么做。而大伯周国强在看到那个视频的瞬间，仿佛被抽走了全身所有的力气，他最后的一点气焰也彻底熄灭了。他知道他完了，我们一家彻底完了。我已经将他们逼上了绝路，并且掌握了他们所有人的生杀大权。眼看大势已去，尘埃落定，我那对懦弱了一辈子的父母终于蹒跚着走到了我的面前。我爸的脸上还带着清晰的巴掌印，双眼红肿，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阿然是爸没用，当年你大伯把那个生意说得天花乱坠，我鬼迷了心窍。我总想着万一真成了呢，我们家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他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却掩盖不住那份迟来的愤。我妈则哭着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冰冷，还在不停的颤抖。我们总觉得都是一家人，你大伯他不会骗我们的，是我们太傻了，是我们对不起你，孩子，我们对不起你。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硬要塞进我的手里。这里是20万，是我们这些年好不容易攒下来，你先拿着，算是我们补偿你。我看着他们在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10岁的孕育，心中五味杂陈。有恨吗？有的，但我知道更多的是一种无力的悲哀。我没有接那张卡，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平静地说：道歉我收到了，但原谅我给不了。他们的身体同时僵住了。我继续说道，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凌迟着他，也像是在解剖着我自己。你们不是坏，你们只是蠢和弱，但你们的愚蠢和软弱代价是我被偷走的10年人生。这笔账太贵了，我原谅不起。我把那张银行卡轻轻地推了回去，这钱你们留着养老吧，以后你们就当多了一个叫周浩的儿子，少了我这个不孝子。说完，我转过身，迈开步子朝着门口走去。我没有再回头看，那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彻底斩断了我和他们之间那根早已腐朽不堪的亲情枷锁。身后传来我妈撕心裂肺的哭喊，奶奶在一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却没有再上前来劝我。她知道这道伤口太深，深到已经烂进了骨头里，再也无法愈合。从今天起，我周然再也没有父母。第二天，周家祠堂，青砖黛瓦，庄严肃穆。祠堂里香火缭绕，列祖列宗的牌位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供桌上，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家族里沾亲带故的几乎都到场，他们站在两旁，一个个神情复杂，再也没有了昨晚的嚣张和幸灾乐祸。祠堂中央，周国强和周浩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脸色灰败地跪在蒲团上，像2条等待审判的死囚。我站在他们面前，身后是周家的列祖列宗。我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巨大的压力让周国强那原本挺直的腰杆一点点地弯了下去。说吧，我终于开口，声音冷得像冰。周国强咬着牙，额头上青筋暴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用一种屈辱到极点的声音，一字一句的将自己当年是如何花言巧语欺骗亲弟弟，将侄子的学费骗到手，又是如何纵容儿子将这笔钱挥霍一空的丑事全部说了出来。他说完，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瘫软在铺子。轮到周浩了，他磕磕巴巴，语无伦次的为自己从小到大对我的霸凌，为自己烂赌的恶行，为昨晚的赌局道了歉。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大声点，我呵斥道。他吓得一个哆嗦，提高了音量，将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我拿出手机，打开了录像功能，将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下来。磕头吧，我说。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曾经在这个家族里不可一世、说一不二的大伯周国强，曾经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堂哥周浩，向着我这个他们曾经最看不起、最鄙夷的人，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咚咚咚，每一声都沉闷而响亮。我看着他们屈辱的模样，心中却没有复仇的快意，只有一片前所未有的平静。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与我的过去那个卑微怯懦、被欺辱的少年彻底和解了。他所有的不甘和怨恨都在这3个响头里烟消云散。祠堂的仪式结束了，但清算还没有。我收起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次提出了那100万的还款要求。道歉，我收到了，现在该谈钱了。我把手机计算器上那个刺眼的数字亮给周国强看。阿然，我们真的没钱啊！周国强跪在地上爬了2步，想要来抱我的腿，被我嫌恶的躲开。他声泪俱下的哀求：“你就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吧！我们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放过你们。”我冷笑一声，反问道：“那10年前谁又来放过我？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我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我是在通知你们，1周之内钱必须到我的账上，
否则祠堂里这段道歉的视频、周浩欠高利贷的证据，还有他出老千的视频，会一起被送到派出所，送到那些追债人的手里。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他们彻底绝望了。周国强的老婆，我的大伯母，当场就哭晕了过去。现场又是一片混乱。我没有理会他们，我的目光越过他们，投向了不远处那栋他们引以为傲了几十年的老宅。我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淡淡的开口：“我给你们指条明路。你们这套老宅子虽然旧了点，但地段还不错，后面就是重点小学，卖了应该不止100万，剩下的钱正好够我哥还清外面的赌债。你看我多为你们着想。”这句话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兜了一个天大的圈子，没有要他们的房子，却最终逼得他们不得不自己亲手卖掉房。诛心莫过于此，让他们亲手毁掉自己最珍视、最引以为傲的东西，这才是对他们这种人最惩罚。我说完，转身就走，身后是周国强绝望而怨毒的嘶吼。我再也没有回头。这个肮脏的地方，这个充满了虚伪、贪婪和愚昧的家，我1秒钟都不想再多待。我离开了老家，回到了我在市里买的别墅。1周后，100万准时打到了我的卡上。后来我从奶奶的电话里断断续续的听说了老家那边的事情，大伯一家到底还是把老宅子卖了，还清了我的钱和周浩欠下的赌债后，所剩无几。他们一家3口搬到了城郊一个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周国强一夜白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在亲戚中彻底抬不起头来。周浩在被高利贷的人上门教育过一次后，也彻底老实了，找了个工厂上班，每天累得像条狗。我那对父母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言语间充满了小心翼翼的讨好和悔意。他们希望我能回家看看，希望我能原谅他们。我只是平静的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好好生活，保重身体，然后挂断电话，再无多言。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永远无法弥补；有些裂痕一旦出现，就再也无法愈合。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亲戚敢打电话来关心我的收入，或是让我帮忙给他们家的孩子介绍工作了。那个曾经热闹非凡的家族群也变得一片死寂。偶尔有人提起我周然的名字，语气里都带着一种敬畏和恐惧。他们终于明白，我不是那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我把那100万以奶奶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家族助学基金，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像当年的我一样家境贫寒却真正想要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原谅谁，也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大，我只是想让我心中的那个在无数个深夜因为一张被撕毁的录取通知书而痛哭的少年能得到安宁。